台湾政府准备限制中国大陆学生来台就读人工智能、半导体、量子科技、资安等关键技术相关科系。这个举措震动了两岸教育界，也引发了美中台三方的高度警惕。背后究竟是美国在施压，还是台美为了安全联手的结果？台湾政府与大学为何做出这样的改变？这场围绕高科技人才培养的风波，折射出当前尖端科技领域复杂的地缘政治逻辑。首先要了解的是，美国为何关心台湾是否培养大陆学生？近年来，美中之间爆发了一场科技冷战。美国对中国在尖端科技领域的崛起深感戒备，不仅限制高端芯片出口，也开始关注人才和知识的外流。在美国本土，接连发生中国留学生或学者涉嫌窃取技术情报的事件。FBI 早在2019年就提醒美国高校提高警惕，此后多所大学设中国学生接触敏感实验的权限，防范技术外泄。美国政府高层也释放出明确信号，希望缩减中国学生在敏感科技领域的训练。例如，有官员公开建议，美国应招收更多印度等国的 STEM 学生，而对中国学生则欢迎来学人文社科，不要来学尖端理工科。这些言论反映出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疑虑，担心他们将美国的先进技术学成归国，壮大中国的实力。在美国国会，更有议员提出法案，试图全面禁止中国公民获得赴美学生签证攻读 STEM 领域。在这样的氛围下，美国将目光投向了台湾等培育高科技人才的伙伴地区。台湾是全球半导体产业重镇，在人工智能、电子工程等方面拥有顶尖学府。如果大量大陆学生跑到台湾大学研习这些关键技术，无疑可能成为美国出口管制的漏洞。有消息称，美方私下要求台湾提高警觉，不要让敏感学科成为中国人的练兵场。从类似案例也可窥见一二，例如荷兰拥有光刻机巨头 ASML， 其理工院校聚集众多中国学生，美国就曾对此表达关切，促使荷兰考虑立法筛查，限制中国学生就读敏感科目。由此可见，美国确实通过外交途径向盟友施压，希望全球共同阻断中国获取关键技术人才的渠道。对于台湾而言，美国更是期望他在这一问题上与美方步调一致。毕竟台湾的芯片与 AI 教学实力有目共睹，美国不愿这些宝贵知识外流到对手手中。当然，台美之间也存在合作的元素。美国近年和台湾在科技教育上关系密切，是台湾为培养下一代科技人才的伙伴，例如提供奖学金、鼓励学术交流等。因此，台湾强化对陆生的管控，很可能是台美双方一拍即合的结果。一方面迎合了美国的战略需求，另一方面，台湾也借此表明自己在防范中国科技渗透上的决心。接下来看看台湾自身政策的演变。实际上，台湾对大陆学生的管制早有历史。两岸开放交流之初，台湾允许陆生来台读大学，但设下了著名的3限6不规定。其中3限只限制承认大陆部分高校的学历，限制陆生赴台总人数，限制若干敏感科系不开放。6不则包括不提供奖学金、不允许在学打工、不得留台就业等6项禁止措施。这些严格规定反映了台湾社会对陆生既期待又戒慎的态度，既希望学术交流，又担心统战渗透或资源被瓜分，因此陆生在台求学一直被严格约束。即便如此，在两岸关系较缓和的年份里，曾经每年有上千名大陆学生赴台攻读学位，和台湾同学共同生活学习。他们多就读管理、文学等一般科系，少数进入理工领域。但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始终小心翼翼，不允许陆生涉及国防机密或前沿高科技研究。例如阳明交通大学等校的部分半导体相关专业，历年来就不招收陆生。任课老师对陆生选课也保持警觉，如果课程内容涉及机密技术，学校会限制陆生选修或旁听。近年来，台湾陆生人数大幅下降。2020年后，由于疫情及两岸关系紧张，大陆方面暂停了陆生来台申请，使台湾高校几乎没有新的学位。陆生入学只剩极少数交换生短期交流。换言之，当下并不存在大批陆生涌入台湾实验室学习芯片制造的情况。
然而，台湾政府依然高调宣布要未雨绸缪，防止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。自2023年起，台湾行政院制定了一份国家核心关键技术清单，最初列出22项关键技术，2024年又新增10项，总计数十项之多。这些被列为关键的领域，涵盖国防科技、半导体、信息安全、太空与能源技术、量子科技、农业生技等，几乎囊括所有攸关国家安全和产业竞争力的高科技方向。台湾决心对这些领域加强保护，防止技术与人才外流到中国大陆。于是到了2025年3月，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指示教育部召开跨部会会议，讨论如何管制陆生上述关键技术相关学科。他点名要求科技、国防、经济、农业、数位发展等主管部门详列各自的核心技术项目，作为限制清单依据。简单说，台湾将划定某些大学专业不开放给陆生就读，这些专业预计涵盖前述的关键领域，特别是敏感的国防军工、半导体工程、人工智能、量子计算等细索。同时，台湾近期还连续推出了收紧两岸学术往来的措施。2025年2月，教育部先后宣布禁止台湾高校与部分中国大陆高校交流合作，其中首先被拉黑的是直属中共中央统战部的3所学校，包括华侨大学、暨南大学等。紧接着又将大陆7所与国防工业密切相关的著名高校列入禁止往来名单。这些学校俗称国防7校，包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、哈尔滨工业大学等。教育部长郑英耀明确表示，这些学校与中国军工产业关系密切，担心通过学术合作会让台湾的核心技术被对岸偷走，因此台湾还规定不再承认上述学校的学历。可以看出，台湾在教育领域全面筑起防火墙，凡是和中国统战或军事挂钩的单位，一律禁止深度合作。综上所述，台湾官方态度非常明确，在当前两岸紧张和美中科技竞争的大背景下，台湾必须确保自己的关键技术不外流，即便在教育交流上也不能掉以轻心。哪怕目前陆生人数不多，也要先立下规矩，堵住漏洞。这既是台湾配合美国科技围堵中国战略的一部分，也是出于台湾自身国家安全的考量。那么，美国是否真的忧虑台湾成为中国获取 AI 等先进技术的管道？从逻辑上看，这种担忧并非多余。台湾与大陆语言相通，文化相近，大陆学生来台没有沟通障碍，更容易融入校园。而台湾在半导体设计、人工智能研究等方面又处于世界领先。如果中国学生无法大批赴美欧留学尖端科技，台湾就可能成为一个替代选项。试想，一名中国学生如果能在台湾清华大学取得半导体工程博士，或在台湾大学的 AI 实验室参与前沿研究，对中国相关产业无疑是巨大助力。特别是台湾掌握全球最先进的晶圆制造工艺和人才，在这里学习到的知识和技能价值极高。如果对陆生毫无限制，台湾的教研环境可能成为中国获取敏感技术的富矿。事实上，美国战略界早已将台湾视为科技竞争中的关键一环。美国当然信任台湾政府不会故意帮助北京培养科技间谍，但开放的学术环境若被有心人加以利用，后果也不容小觑。台湾方面自己也揭露过，过去在新竹科学园区曾出现大陆人员来窃取机密、挖角人才。这些年，台湾调查部门破获多起中国企业非法挖走台湾工程师、窃取半导体技术的案件。如果产业界尚且如此，学术界同样需要警惕。大陆优秀学生通过在台就读，结识师友，打入产业人脉，日后未必不会被中方相关单位招募，从事不利于台湾的工作。还有一个角度是美国对尖端 AI 技术的全面管制。近年来，中国人工智能突飞猛进，很大程度上仰赖于留学归国人才和海外学术资源。美国封堵中国 AI， 意味着要切断这种人才培养链条，而台湾若对陆生大开方便之门，等于让中国多了一个获取 AI 知识的跳板。特别是美国已经限制顶级 AI 芯片对华出口，但如果中国学生能在台湾的实验室使用同样的 NVIDIA GPU 训练 AI 模型，那美国的禁令在某种程度上就被绕过了。这显然不是美国愿意看到的局面。
因此，可以说美国对于台湾可能成为中国的技术跳板是心存顾虑的。尽管美台官方未明言这一点，但从双方利益考量，他们在防止中国借到台湾获取高科技上高度一致。美国智库也提醒过，中国会利用各种渠道获取西方技术，包括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。因此，对台湾这样的开放社会，美国期望其提高警觉，别让中国有机可乘。台湾并非唯一面临美国此类要求的地区，美国发起的科技围堵战略具有全球性，各国纷纷在美国影响下调整政策。前面提到的荷兰就是典型一例。由于荷兰掌握光刻机等关键技术，美国多次施压，其政府阻止对华技术外流。2023年，荷兰政府据报道起草法案，拟禁止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参与国内敏感技术相关课程或项目，引发了中方的强烈不满。中国官媒痛批荷兰此举是屈从美国，拒绝中国人才，警告这将损害荷兰自身的科技创新。但荷兰方面认为，国家安全优先于学术开放，宁可承受一些合作损失，也不能任由技术机密外泄。日本也在同步收紧对中国留学生和学者的审查。作为美国的盟友，日本过去对外国留学生管制宽松，但近年意识到学术间谍风险。早在2022年，日本政府就要求各大学对理工科外国留学生，尤其是中国学生，加强背景审查，以防敏感技术外流。日本一位官员表示，我们希望日本大学在安保和出口管制上达标，这样才能继续与美欧开展联合研究。这番话透露出，此举不仅是日本自保，也是为了确保美日科技合作的顺畅。英国、澳大利亚等国也出现类似动向。英国情报机构提醒高校提防有军方背景的中国留学生。澳大利亚多所大学建立合规审查机制，防止研究项目被用于中国军事用途。总的来说，美国的科技围堵战略涉及方方面面，从限制芯片和设备出口，限制对华投资并购，到如今严控技术交流与人才流动。美国希望其盟友形成合力，缩减中国获取最先进技术和知识的途径，这甚至使某些非西方阵营的国家也不得不谨慎调整政策，以免被视作漏洞。科技已经不再是纯粹的科学问题，而成为国际博弈的重要筹码。对于台湾拟限制陆生攻读高科技专业，中国大陆方面表达了强烈不满。国务院台办发言人第一时间谴责此举是借防统战之名，行干扰交流之实，批评民进党当局把正常的两岸教育合作政治化，损害大陆学生受教育权益。他表示，所谓保护青年不受统战影响，纯属无稽之谈，斥责台湾这是在煽动两岸对立。中国官媒和网络舆论也对这件事口诛笔伐。许多大陆网友嘲讽台湾这是怕把技术交给我们，真是此地无银300两。一些评论认为，民进党当局这种自我设限的做法极其短视，不但无法真正防止技术流动，反而会封闭台湾自己的视野，让台湾青年失去与大陆同行交流切磋的机会。还有舆论将此事上纲到以台制华的阴谋论，认为台当局甘当美国马前卒，配合围堵中国，最终损害的却是台湾自己的学术自由和前途。北京方面也释放出警告信号。官媒指出，西方正在发起一场全球人才战，利用台湾等棋子卡中国的发展，并奉劝台湾不要充当华盛顿恶华的炮灰。大陆专家称，即便台湾真的严格限制陆生，也阻挡不住中国科技进步的脚步，只会进一步削弱两岸互信。也有人提醒，大陆完全可以采取反制，例如继续暂停或减少大陆学生赴台，限制台湾学者赴陆交流等，让民进党当局感受到压力。事实上，自2020年以来，大陆就几乎不再批准新的陆生赴台，现在台湾又出台更多限制，只会让两岸学术交流停滞更久。未来，除非台湾当局改变态度，否则两岸在教育领域的隔阂恐怕难以弥合。面对此议题，各方专家学者看法不一，折射出安全与开放的两难抉择。支持加强管制的一方认为，当前国际形势下，安全必须摆在首位。他们指出，中美对抗加剧，技术就是战略资源，台湾绝不能让自己培养的高端人才为对岸军工事业所用。这派专家认为，
台湾有必要进一步采取措施，比如严格审查陆生背景，限制陆生参与敏感实验室等，以杜绝隐患。对于学术自由受限的质疑，他们回应，自由必须以安全为前提，如果国家安全都无法保障，学术交流意义也就不存在了。另一方专家则忧心过度限制将伤害台湾自身利益。一位台湾教授表示，如果全面禁止陆生就读所有和半导体、军工相关的专业，有些并不涉及机密研发的学校也会被波及，这是矫枉过正。这些学者认为，教育交流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增进了解，缓和紧张，与其一刀切拒绝陆生，不如进行个案审查，区分普通学生和可能的技术间谍。还有人指出，台湾高教界希望吸引更多国际学生，提升竞争力。如果因政治因素将大陆优秀学生拒之门外，长远看等于放弃了拓展教育影响力的一大机会。也有专家从执行层面提出疑虑，台湾高校向来开放自由，实际操作中要完全杜绝陆生接触敏感讯息并不容易，即便不让选修、旁听、私下交流仍可能发生。因此有人直言，这些政策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作用，但台湾政府或许正是看重其象征意义，向国内外宣示捍卫关键技术的决心，至于效果如何则是其次。展望未来，多数专家认为美中科技角力短期内难以缓和，因此类似的人才管控措施还会持续甚至加码。台湾作为民主阵营前沿，估计无论哪个政党执政，在高科技领域防范中国都会是基本共识，差别只在执行方式和力度。反之，如果美中关系奇迹般转圜，或两岸恢复互信，这些限制才有可能松动。但是在目前局势下，大家普遍不抱乐观。总而言之，从2025年开始围绕大陆学生在台湾修读关键技术的这场风波，显示出科技与教育已深深卷入地缘政治博弈。一边是学术自由、人才交流的价值，一边是国家安全、战略利益的考量，双方都有道理，又难以两全。这背后折射的正是当今世界美中竞争对抗的大背景，以及台湾在其中艰难求生的处境。未来随着局势演进，台湾的政策可能微调，但在开放与戒备间寻找平衡将是长期课题。对于普通人而言，这也提醒我们，科技早已不只是科学，它紧系着国家的命运。理解这些背景冲突，才能更清楚当下发生的一切。我们所能做的只是静观其变，期待有朝一日紧绷的对立能有所缓和，让教育回归纯粹交流的本质。